Bab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 to me. Between me and you, I feel like chemistry. I won't let no one come and take your place. Cause the love you give, it can't be replaced. So no one else knows what to do. That's why I'm spend my life with you. I wanna please you in any way I can. I wanna share my world, don't you understand?早上好，新年第一天，带大家看一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小，这里大概7-8平米左右，卫生间，然后它这个就是本地区典型的出楼建筑，看还是挺有特色的。昨天晚上来到漆黑一片，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地方长什么样。旁边都是类似的建筑，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厨房，可以烧烧水、做做饭什么的。但是穿的好像要登台一样，但是在这个荒郊野岭，连城市都不是，完全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喂，哇哦！出楼就是本地典型的farmhouse， 就相当于农舍。哇，你看我穿成这样住在农舍里面，哇！但是这个田园风光也太美了吧，而且一个人都没有，哦，好舒服。好，玩一玩无人机，走一下乡村名园风，妥妥的乡村名园。哇，你看像春天一样，地上还有这么多小野花，天哪，太美了吧！哇哦，你看这片小野花。还是挺美的，等会儿出去转转，今天精神抖擞。走起，到市中心去玩玩。好搞笑，自拍博主的日常，拍了一段很帅的上车的，然后又跑回去，把自拍杆给捡回来，继续拍。哇，我今天天气超级好的，昨天晚上黑乎乎的，根本就没看清这个村落，还是挺美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实在是太偏了，这次订的这个住宿，哇呼，虽然昨天呢吃的太饱了，而且摔坏相机，弄坏自拍杆，就有点不顺利了。然后停车的时候又多交了钱，到最后想在那个自动售卖机那里买些东西，他吞了我的硬币，又不给我出东西，吞了我3欧元哎，有点气。这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多这种处理了。越靠近 Alberobello 就越多。我觉
觉得在欧洲旅游，硬币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刚才我要停车都没有硬币，然后跑到旁边的一个小酒吧去问他们换了一些，刚好那个酒吧开，如果不开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哇，今天就不一样了，和昨天晚上形成鲜明对比，你看多热闹。Alberobello 位于2个海拔并不高的小山上，它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美丽的树，是个人口仅1万多的宁静小镇。这里有着意大利最独特的民居蘑菇房出楼，这是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区常见的一种民居，由石灰岩建造而成，屋顶为圆锥形，造型非常独特。大多数出楼建于19世纪，它们分布在错落起伏的山丘上。根据记载，这些房子从13世纪就已经出现。据说人们一开始建造这种房屋是为了逃避房产税，收税时当地人就把屋顶拆掉，表示这里没有人居住或者房子未完工。出楼建筑遍布普利亚各地，但是最密集、最漂亮的就是在 Alberobello， 这里被称为天堂小镇，保存着1000多座出楼蘑菇房，漫步其中就像置身童话世界中的精灵村庄。哇，碰到2只超可爱的小狗狗，好听话哦，它们。bellissima。意大利人真的好喜欢夸人哦，就是他们很不吝啬对人的夸奖。来到这里，你绝对可以变自信。你在路上自拍呀、干嘛的，总会有人停下来夸你好看。哇，这件红色衣服拍照效果真的超好，而且一路上很多人夸我，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我这件衣服特别的吸引眼球。刚才自拍的时候，这个三脚架被风吹倒了，整个 Insta 360应声倒地。不过还好没有被摔坏，如果这个再被摔坏就不用玩了，只能用手机拍了。不过还有手机。忽然发现在城镇中心居然有一个滑冰场，而且还没人滑，那我滑一下吧，7欧元半个小时。游着忽然来滑冰。Thank you。小哥帮我穿鞋，好贴心哦。我从来没滑过这么湿的冰，就是水太多了，滑一小步它就溜出去好远，好难控制啊！而且一摔的话都是全身水。本来技术就不好，它的冰太液态了，就滑一点就溜出去好远，好难控制。都化了。回来住的地方给设备充一下电，也顺便再看一看这里的田园风光，还是挺漂亮的一个地方呀，而且真的很清静。换个造型，其实我有带这条绿色的出来，刚好又买了那条红色的，一红一绿。
打算到周边的另外一个城镇去看一下，也是非常著名的景点奥斯杜尼。出发啦！哇哦，这个地方还是蛮漂亮、蛮神奇。一路开过来，就看到它是在高高的山峰上。哇，不知道这里海拔有多少。其实那边就是海，但是云比较厚。哇哦，看着颜色的渐变。意大利很多古镇都很类似，去过很多个和这个很相像的地方。五渔村其实和这个也挺像的，都是这种很有魅力的窄窄的小街道。但是这座小镇的风格还是非常独特的。奥斯图尼是一座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小镇，冬季时总人口只有3万多，然而每到夏季，这里的人口都会突破10万。它位处海拔210米的山峰上，因为其独特的建筑群色调，它也被称为白城。从远处看，它就像一颗不规则的白色珍珠。小镇里楼房参差不齐，却又似乎遵循着某种规律。无论是从远处看，还是漫步其中细细观赏，都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是我今天穿的还是不够暖，晚上起风了，而且它这个在一个很高的山峰上，特别冷，还是准备回去了。早点回去，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嘛，大部分的店铺都不开，所以这个古镇里面还是挺冷清的。夏天来的话，一定会特别热闹。建议夏季来。我可以想象夏天的时候这里是怎么样的，肯定有很多街头的乐队，然后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的，大家吃着雪糕、薯片，坐在街头的露天咖啡馆里，一定是特别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个古镇。The next day. 这条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最新一版的007就是在这里拍摄的。But I'm just getting started. My eyes on the